我身为帝国以忠义闻名的大将军，却在一夜之间举兵造反，不仅将女帝关进后宫为我洗脚，就连朝中那些反对我的大臣也被全部抄家。外面的文人学子纷纷痛骂我是暴君，可我不仅没有收敛，反而下旨焚书坑儒。这一切只因我拥有最顶尖的天赋，却始终无法达成觉醒条件。就在我准备摆烂时，我意外来到这个世界。在得知元神带领50万大军即将屠灭金国时，没想到女帝竟听信奸臣谗言，连发12道金令，责令元神即刻撤军，孤身回京。在接到圣旨的那一刻，元神被气得吐血昏迷。而我在看到这个狗血剧情时，我都被气笑了，随即大手一挥，来人，去把那2个狗太监砍了，然后集合队伍。本将军有话要说。这一声令下，众将士齐刷刷的抱拳高呼：遵命！不到1炷香的时间，军营内杀气冲霄，我傲立于巍峨高台，俯视着下方绵延无尽的大军，声如洪钟。诸位将士，回望往昔，几时在烽火连天，100年间浴血搏杀？正当吾等剑指金国，胜券在握之际，却有急报，如12道惊雷轰顶，陛下连颁圣旨，令吾等止戈息兵。尔等答应吗？众多下属将领同着眼猛地举起武器，带领全军大声呼喊：不答应，不答应！我嘶吼着回应：没错，尔等不答应，本将军同样不会答应。100年来战死的同袍们不会答应，无数被那些金国畜生们屠杀的百姓亡魂同样不会答应。吾等斩传令太监，制金牌，撕圣旨，屠灭大金后，清君侧。问问那些所谓朝廷栋梁们，究竟将我们这些军士，将边疆的百姓们放在哪里？下一瞬，无数将士的咆哮如惊雷般震颤山河。100年血战，今日血偿，屠大金，清君侧，除奸佞。听闻这滔天的巨响，远处的百姓纷纷露出笑意。只要大将军还在，就无需惧怕那些金国异族。然而，安插在此的几名朝野密探却害得面色惨白。前几句抗命打金国也就罢了，可他们万万没想到，镇远侯竟然光明正大的造反。他们执笔的手疯狂颤抖，喃喃自语：完蛋了，真是完蛋了！林将军竟然真的造反了！尼玛，这可是打得金国屁滚尿流的镇远军，王朝内这谁能敌得过？快，赶紧将消息传回去，晚了大家都要遭殃了。而另一边，大金军队的主帐内，异族将领们正满脸笑容地喝着小酒，哈哈哈！听说有12道金牌与12道圣旨抵达时，那该死的镇远侯当场被气吐了血，笑死了！我大金真是命不该绝，否则的话，非要那个狗东西得逞不成。大凤的那些蠢货就会窝里斗。倘若我大金有此等神将效忠，必然会给予其无限的信任。那假如镇远侯真的投降，你会接受吗？接受个屁！屠杀我大金族人的狗贼，必将其碎尸万段。就在几人得意吹嘘之时，大地震颤，将领们脑海瞬息一空，大惊失色的尖叫：该死！敌袭！有大量军队在接近，快防御！难道是镇远侯？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无尽铁骑如洪流般奔腾狂涌，屠金狗，灭大金，伴着震天战吼，大军势不可挡的踏平敌阵。我挥舞着恐怖的方天画戟，强横无匹的力量将我化作彻头彻尾的死亡收割机。哈哈哈！给本将军死！狂奔劈砍中，一身黑甲已被炽热的猩红浸透。而此刻，潜意识深处迟迟没有动静的系统觉醒任务，正无声无息地上涨着进度。其中一个任务，甚至在开战的瞬间，赫然变成了制造一场10万人以上的战争，已完成。片刻间，我已成就千人斩，血屠万人。1032100000，四方异族闻风丧胆，哭嚎退避，投降！我投降！无数异族惊恐万状，丢下兵器跪伏在尘埃里拼命哀求，跪地求饶又如何？照杀不误！方天画戟的寒芒掠过，无数头颅冲天飞舞。从主帐跑出来的异族将领见此修罗炼狱，原本满眼恐惧，在看清我的身影后，却突然陷入癫狂的狂喜。那是镇远侯，杀了他！只要杀了他，我们就能赢！哈哈哈！太好了！天不亡我大金，那个该死的混蛋竟然亲自冲阵！一群将领面露疯狂，气势汹汹地扑上来，妄图依靠人海战术围杀我。我看着涌来的敌将，嘴角挑起丝丝狂意，哈哈哈！来得好！保护将军！大凤氏族同样高呼着，不断上前试图替我拦下敌将。可还没等他们拔刀，只见眼前一道黑影嗖的一声窜了出去，紧接着音爆炸响，砰砰砰！10几名气势汹汹的异族将领瞬息间被我一击打爆，化作残肢断骸满天飘飞。这一瞬，整个战场仿佛陷入了刹那的死寂。大凤士兵们直接看傻了，这保护了个寂寞啊！林将军一上去犹如砍菜切瓜，眨眼间就把敌将全给弄死了。敌军彻底傻眼了，将领全灭，恐惧如同瘟疫般蔓延。瞬息后，截然不同的嘶喊声响彻整个战场，杀杀杀！将军无敌，震杀所有异族将领，快逃啊！头领们全死了。这些大凤人全是恶魔，兵败如山倒。伴随着大金战旗被我顺手劈碎，这支不可一世的首府军彻底崩溃。我早有言令，此战绝不接受投降。那些习惯性跪地企图活命的异族，全被将士们当场砍翻。他们逃，我们追，一路狂飙突进，掉队就是死。1个时辰，2个时辰，3个时辰，我手下的士卒杀红了眼，亢奋到极点，3、5个人就敢提刀追着上百名异族降兵发狂般猛砍。仅仅1天时间，大金主力被彻底杀穿。我50万大军浩浩荡荡，势如破竹的扫荡整片草原，路遇异族部落，直接鸡犬不留。3个部落，5个部落，12个部落，这数百年间异族加诸于大凤黎民身上的苦难与折磨，在这一日被我千倍百倍的奉还。第3天傍晚，晚霞泣血，大金首都天狼城内，那些异族贵人们还在载歌载舞，哈哈哈，唱起来，跳起来。镇远侯林耀祖这家伙终于要被弄死了，以后吴大金必然会入主中原，成为新霸主。就在这荒淫贪恶之际，几个浑身是血的残兵跌跌撞撞的闯进来，尖叫着胡言乱语：大头领，大头领，林耀祖率兵打过来了，死了，全都死了。恶魔，那就是个恶魔，快逃，大家快逃！原本奢靡的现场戛然而止，众多贵族满脸暴怒，混账，谁让你们带这些疯子上来的？林耀祖都已经要被大凤女帝弄死了，
怎么可能打过来？妖言惑众，当斩！开什么玩笑？这可是天狼城，是吴大金首都，玉座之上。大金帝王冷笑着爆发出一阵大笑，只当听到了个绝妙的笑话。然而就在刹那之间，轰隆，震天撼地的巨响猛然令所有人面色骤变。紧接着，激烈的喊杀声如决堤的洪水般冲破云霄，铁骑踏破天狼城，倾覆大金国，斩灭一族。杀杀杀！殿宇震颤，高高在上的贵族们终于面如土色，乱作一团。快看，打过来了！城池真的遭受到了侵袭。可恶，这究竟是谁在搞鬼？天啊，居然有人胆大包天，敢于向天狼城伸出魔爪！城门之下，我驻马屹立，看着被长戟先手劈出的硕大豁口，我目光森冷，抡起大戟再度重拍而去。雷鸣巨响中，城防大门轰然崩碎成漫天木屑。众将士，随我冲锋陷阵，杀他个片甲不留！我一骑当先，如凶虎下山扑入天狼城内，长戟上下翻滚。我在城头直接开启死亡收割模式。视线中，我那个神秘的觉醒任务斩杀进度正以倒退瀑布般的速度疯狂飙升。1697100001889000002036100000，马踏天狼城，千百年来多少边疆士族的终极梦想。此刻，我身后哪怕略带疲惫的将士们，也全都兴奋到了发狂，所余路卡皆被我连人带门随手锤烂。十几息后，大金帝王终于在守备的簇拥下出现在我面前。灵耀祖，是你！该死！你竟敢不顾金凤两国友好开战，难道是不想活了吗？死到临头，这帮蠢货竟然在这跟我讲外交辞令，各式谩骂随之而来。该死的镇远侯，你竟敢违抗自家主子的旨意，绝对死定了！混账，还不停下投降，祈求吾等收留，否则天下之下没有你的容身之处！擅自攻击吴大金王庭，你这是掀起战争，不怕生灵涂炭吗？我连半个字的废话都懒得多说，甩掉画戟上的残血，纵马犹如恶煞般直扑玉阵。什么天皇贵胄，什么大金帝王，全都给我死在这！造反都造了，还管什么俘虏交涉？不啊！饶命！饶吾！该死！你这恶魔！不过瞬息，在一连串不可置信的惨厉嘶叫中，这群高高在上的异族贵族被我尽数轰碎，当场化作血雾亡魂。我踩着满地残肢，踏上沾满肉色的城头，黑甲泣血，长啸破城，传令屠天狼城，除大奉子名外，异族皆杀，斩草除根。1日之后，进京秦王，清君侧，再造乾坤。下方50万精锐将士犹如狂信徒般爆发沸腾的高呼：杀杀杀！将军威武！进京秦王，清君侧，再造乾坤。只要我一声令下，哪怕让他们去填海，这群视我为神的虎狼之师也会眼都不眨。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大凤王朝京城，首相赵贵看着密信，脸上满是狂喜，哈哈哈！灵耀祖啊，灵耀祖，这次看你还不死！违抗圣意，连聚12道金牌，死定了！你这次死定了！就算是先帝复生，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赦免，否则可就是将皇家的尊严践踏成尘埃。至于情报里提的清君侧造反，自以为最了解我的赵贵根本没当真，只当我是妄图抗命寻死，拉着金国陪葬。皇宫深处，女帝拿着同样的绝密军情，眼神高高在上。忠心是够忠心，可惜太蠢了。区大金何足挂齿，可惜赵贵这颗棋子抽得太快了，只能尽快送下去，送你上路了。这虚伪的君臣二人潜意识里都笃定我绝不可能造反，那些清君侧的风声被他们轻蔑的当成了狂吠。次日朝堂，首相一系终于发难，将我拥兵自重的情报彻底公开。惊雷炸响，文武百官瞬间默契的同仇敌忾。镇远侯灵耀祖行事乖张，大逆不道，抗旨不从，意图谋反，简直是罪该万死。启禀陛下，灵耀祖造反之心昭然若揭，臣请诛其9族。御史大夫所言甚是，臣附议。文臣魏武武将更是极恨我这从小兵爬上来的大将军挡了他们的晋升之路。为了进步，没人不想让我死。赵贵得意冷笑，女帝满脸淡漠筹谋。然而他们谁也没算到，此时此刻，我已经率领着50万百战虎奔，犹如一把直插大凤心脏的利刃，横越原野，势如破竹，目标直指京城。沿途守关闻风丧胆，那些领着几两银子薪水的衙役哪敢跟50万血兵硬碰硬？加之原主抗击异族的滔天威望，百姓更是单似胡浆，家道相迎。从天亮到傍晚，我兵不血刃，连下12城，死神般的马蹄终究踏破了中原的静谧。当廷推新帅的圣旨还没盖印，金銮殿里已经炸开了锅。报！镇远侯灵耀祖打出清君侧，除坚定的口号，已率领50万大军挥师南下。10万火急！灵耀祖连下3城，正朝着京都杀来。血报！镇远侯造反，已经破了嘉峪城。报！镇远军突破天海关，一马吐血，信差接力，接连不断的战报将满朝文武的从容劈了个粉碎。所有人都害得瞠目结舌。什么造反了？镇远侯居然谋反了！可恶的混账！他竟敢竖起这等反旗，真是岂有此理，简直是无法无天。大势已去，灵耀祖与那50万雄师镇远军，谁能与之抗衡？他可是敢马踏大金王庭，甚至将金帝斩杀的煞星，刚刚还指点江山的女帝，瞬间被这颠覆的现实逼入了歇斯底里的暴怒。在他那刻板的帝王心术里，君要臣死，即便臣受尽委屈，也理应乖乖受禄才对。混账！这该死的逆贼，简直枉费朕的信任！杀！诛9族！不，必须诛杀10族以儆效尤。文武百官惊慌失措，赵贵更是脸色惨白，浑身发抖。天下没有比他更清楚，那50万不惧生死的镇远铁骑，大凤压根无人能挡，甚至有不少朝臣暗地里已经开始盘算从龙之功。好啦，别说废话，快说说解决灵耀祖这个反贼的办法。
女帝寒声咆哮，殿内立刻爆发出激烈的争辩。启禀陛下，微臣以为应发圣旨，怒斥灵耀祖谋反行为，以20万皇城护卫军拱卫死守京城，责令四方大军从各个方向围剿，彻底消灭这支叛逆队伍。有文臣急头白脸地献出奇迹，陛下乃是真龙天凤之躯，只要站出痛斥反贼灵耀祖，那些镇远军的叛逆自然就放下兵器投降，硬拼打不过就发动世家党枪，甚至提议拿百姓当肉盾要挟。这群所谓的国之栋梁，面对那如山崩般压来的反叛大军，能想到的居然全都是这等指望敌将残存仁慈的龌龊伎俩。短暂的惊惶过后，群臣的阿谀奉承如同涓涓细流，重新滋润了大凤女帝的心田。她竟然可笑地觉得眼前的大军压境不过是跳梁小丑的闹剧，自信爆棚的女帝竟决定御驾亲征。20万护卫军被迅速集结，而在京城之外，15万护卫军已然扎营列阵，主帐之内几十位从来没上过前线的勋贵将领严阵以待，自信心简直莫名其妙的爆棚。哪怕是15万对50万的绝对劣势，他们依然觉得能轻松将我击败。区区一个泥腿子也敢造反，这次吾等就将其硬生生击败，让天下看看什么才是用兵如神。没错，以往不注意被这小二爬到头上，简直就是最大的屈辱。也就是那灵耀祖运气好，否则有他什么事？谋逆反贼，这次吾来当先锋，给他一个下马威。巍峨的城墙之巅，一丈如彩虹般铺陈，大凤女帝身披绣着神龙的黄服，头戴金丝凤冠，在群臣的簇拥下高高在上，仿佛依然是这苍穹之下独揽风云的主宰。然而下一秒，轰隆隆，如雷贯耳的马蹄声响彻云霄，大地疯狂震颤，自地平线边际，乌压压的黑潮汹涌推入，50万镇远军犹如钢铁潮水般连绵而出，身披铁甲，寒光照日，压迫感犹如实质般铺天盖地而来。两军对垒，15万温室里的护卫军面对我50万马踏大金的百战虎奔，沉闷的空气里瞬间弥漫起破人的寒意。几十位勋贵将领为了出风头，竟骑着战马上前，主动喝骂起来：“逆贼灵耀祖，还不束手就擒！狗东西，还不滚出来！你腿子不感恩戴德，竟然造反作乱，受死吧！”我身披通体黑甲，带着10几名心腹策马而出，见我现身，敌方阵营一名年少气盛的小将猛地驱策坐骑，长枪舞动如龙，一边炫技一边高声叫嚣：“吾乃御前左将军下属参将郑勇，不忠不孝的逆贼还不是速速受死！”我身旁的部将目光一寒，欲上前斩杀此人以正军威，但我连半句废话都不屑去讲，更对所谓阵前斗将的破规矩嗤之以鼻。我果断举起手，重重挥落，森寒的命令瞬间响彻荒野，全军冲锋，碾碎他们！刹那间，令其狂舞，如潮水般汹涌的边关大军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如山崩地裂般呼啸而出，杀杀杀！清君侧，除奸邪，杀啊！将军有令，莫敢不从！杀杀杀！那些勋贵将领见状，全军瞬间懵了，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打法，直接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只能硬着头皮迎敌。杀杀杀！诛叛逆平乱，护卫军碾碎这些泥腿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杀啊！他们天真的以为边疆泥腿子绝不是王朝精锐的对手。然而，当两股洪流相撞的刹那，15万护卫军终于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仅仅一个照面，他们就被打懵了，犹如猛虎下山般的边疆将士，直接一刀一个小朋友。那些闻所未闻的极致杀招，瞬间让他们在惊慌失措中丢了性命。我骑着战马冲在最前，恐怖的方天画戟化作无情死神，所过之处残肢断骸满天飞舞，转眼便杀穿数百米，直逼那群连死活都分不清的勋贵将领面前。哈哈哈，真是自寻死路！身为主将，竟然冲锋在前，简直就是没有脑子！杀了灵耀祖赏黄金万两，封侯拜相就在眼前，受死吧！杀啊！他们竟以为抓到了破绽，满脸嘲讽地扑了上来。那个叫嚣的小将郑勇更是首当其冲，妄图拿我的人头换取高官厚禄。可惜他低估了我这尊杀神的含金量。目光交汇的刹那，方天画戟犹如撕裂长空的狂雷，连马带人将其一分为二。整个过程，我甚至连多余的眼神都没给他一个。紧接着，狂舞的画戟犹如绞肉机般压入敌群，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几十名勋贵将领在几十息间被我尽数屠尽。主将一死，护卫军彻底崩溃了。什么皇家荣耀，在绝对的恐惧面前不堪一击。15万人犹如惊弓之鸟，丢盔卸甲，四散逃窜。大批溃兵哭爹喊娘的向着京城大门涌去。城楼之上，大凤女帝惊恐地瞪圆了双眼，仅仅几个呼吸间，她的15万大军就全线崩溃了。不远处的首相赵贵与文武百官更是抖如筛糠。砰砰砰！开门，开门，放我们进去！快把城门打开！那群恶魔要杀过来了！城下的溃兵疯狂拍打着城门，嘶吼求救。赵贵早已气急败坏，抢在女帝面前歇斯底里的大吼：“不许开门，以防灵耀祖那逆贼趁机挥军杀入，危及陛下圣体安全！射箭，给吾射箭，让这些贱族回去抵挡！该死的废物，一个照面就败了，还当逃兵跑回来！等灭杀那该死的反贼后，那些混蛋也要通通问罪！”漫天箭雨无差别倾泻而下，无数没被我杀死的护卫军，竟被自己人射成了刺猬！啊，不该死，真是该死！弃卒，吾等被放弃了。彻底绝望的溃逃士卒们发现生门已绝，在这必死的绝境下，当啷的兵刃落地声连成一片。面对我手下未斩尽杀绝的镇远将士，数以万计的护卫军双膝跪地，高举双手大哭求降。同属人族，我早已下令降者不杀。这15万兵马正好被我直接吞并收编。看着城下一片跪伏的降兵，赵贵气得脸都绿了。混账，竟敢向反贼投降！该死，真是该死！杀杀杀！必须全都诛九族，以儆效尤。半炷香后，城外再无反抗之敌，无尽的血腥气直冲云霄，残肢遍地。我单枪匹马驻足于城下，染血的方天画戟直指城头，神色中透着绝对的狂傲。
这个结果，尔等可还满意？这轻蔑的质问，犹如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女帝与满朝文武的脸上。早知我的50万大军战力如此恐怖，哪怕借他们10个胆子，又怎敢连发12道金牌逼我回京？满城权贵的心中涌起毁天灭地的懊悔。此计过后，傲慢的帝王尊严让女帝将懊悔化为了无能狂怒的咆哮。林耀祖，狗贼，枉朕那么信任你，竟敢以下犯上，率军造反，镇远军将士，尔等难道还要一错再错？还不将这个逆贼擒拿，以此为赎罪？可惜一番慷慨陈词过后，城下鸦雀无声，众镇远军士卒对此根本没反应，看女帝像看个傻子。女帝怒火攻心，咬牙切齿的呵斥：好好好，尔等既然铁了心要造反，那就休怪吾大开杀戒，今日便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帝王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凡镇远军士卒、夷三族群臣脸色巨变，都这时候了还激怒那帮泥腿子。但面对记仇的女帝，只能硬着头皮齐声回复：臣遵旨。发泄完，女帝似乎也意识到说错了话，但帝王尊严让她无法收回，她把烂摊子抛了回来。众爱卿可有退敌之策？现场瞬间死寂，大臣们心累到想摆烂，但想到清君侧，清的就是自己，只能强打精神。首相赵贵昂首挺胸，自信满满的踏出：陛下无需忧虑，此城墙巍峨，高达3丈，坚若磐石，滑如寒冰。那些该死的叛军们手中无攻城重器，想要跨越这天堑，无疑是痴人说梦。此外，护城河深邃广阔，宽亦有近3丈之遥，城门选材自北海深处的坚硬巨木，质地坚硬如铁，重量可比巍峨高山，真乃固若金汤。京城的防御体系无懈可击，堪称铜墙铁壁。别说区区50万敌军，即便是雄兵100万，也只能突然驻足城下，仰天长叹，无计可施。现如今，只需静候来自4面8方的秦王大军汇聚一堂，届时定能如瓮中捉鳖，将那背信弃义、图谋不轨的大逆贼林耀祖团团包围，一举歼灭，以正视听。这番话逻辑严密，听得群臣连连点头。女帝的神色也终于缓和下来，但我能感觉到她望向城外的目光依旧满是怨毒。我看着那所谓高达3丈的城墙和宽阔的护城河，甚至有点想笑。不过10米而已，也配叫天堑？我一把从亲兵手中抢过4杆长枪背在背后，猛地一加马肚驾，战马嘶鸣，我单骑向着城门狂飙而去。城墙上，女帝和群臣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他这是要干什么？疯了吧！孤身驱马上前，难道准备投降？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快，弓箭手瞄准，给我射死这个大反贼林耀祖！瞄准，射击，必须将这家伙杀了！女帝厉声尖叫，射！谁杀了林耀祖？重重有赏，封侯拜相，黄金10万，万千箭矢如骤雨倾泻，却在触及我周身3尺时被方天画戟舞出的残影尽数粉碎。咻咻咻，密如飞蝗的箭雨不仅没伤到我分毫，反倒成了我孤傲身影的背景板。城头上的弓箭手们看着这一幕，世界观都要碎了。趁着他们怀疑人生的空档，我已经冲到护城河边，我反手拔出身后的一杆长枪，目光锁定吊桥的铁链，奋力掷出，咻！银电破空，音爆炸响，第一杆长枪如穿豆腐般崩断了粗大的铁链，紧接着第2杆、第3杆、第4杆，轰咔嚓，4条锁链应声而断，沉重的吊桥在轰鸣声中重重砸落尘埃，激起漫天烟尘，天堑变通土。城墙上的女帝与群臣彻底失声，一个个像被扼住了喉咙。我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策马冲过吊桥，手中方天画戟裹挟着万军之力，狠狠劈向那号称坚于金石的城门。轰轰轰！每一次轰击都伴随着城墙的剧烈震颤，哪怕是北海巨木也扛不住我这非人的暴力摧残。几十次重击后，那扇号称固若金汤的城门轰然崩塌，化作碎片四散飞溅。我勒马长啸，城门已开，众将士给吾杀！身后50万镇远军如决堤洪水般涌入，城墙上彻底乱了套。杀杀杀！给我上！杀了那个叛贼！杀了林耀祖！封侯拜相，朕必复金口玉言，上上上！都给我上！必须把城门守住。然而绝大多数守军直接扔了兵器，跪地投降。这种单人破城的怪物谁敢忍？只有几百个被赏赐冲昏头脑的傻子冲了上来，杀杀杀！杀了他！荣华富贵尽在手中，受死！冲啊！为了官位，我漫不经心地挥了几下画戟，这几百人瞬间成了烂泥。见此情景，还想抵抗的人也吓破了胆，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首相赵贵和文武百官惊恐万分，如鸟兽散，争先恐后的向城下逃窜。慌乱中，尊贵的女帝甚至被推倒在地。那些平日里毕恭毕敬的大臣，此刻竟从她身上直接踩了过去。但我早就盯上了这帮老熟人。几息之后，我骑着马挡在了他们面前，方天画戟还在滴血，宛如来自地狱的修罗。赵贵吓得浑身乱颤，强行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镇远侯，有话好好说，这都是一场误会。我嗤笑一声，误会？都打到这了，你跟我说误会？早干什么去了？话音未落，寒芒一闪，扑哧，赵贵的人头冲天而起，脖腔里的鲜血喷泉般洒了一地，无头尸体摇晃了一下，重重栽倒。砰！这一幕吓得大臣们扑通一声整齐划一的跪了一地。影帝附体般哭着辩解：镇远侯，一切都是赵贵这个奸佞在捣鬼。好，杀得好！这个该死的赵贵，简直罪该万死！多谢镇远侯匡扶大奉，下官与这个奸佞赵贵毫无关系，求镇远侯饶恕无知性命。我冷冷地举起画戟，正准备送这帮墙头草上路，突然一道狼狈却依旧带着傲气的声音响起：住手！满身尘土的大凤女帝站了起来，满脸寒霜，死死盯着我。镇远侯，你当真要造反不成？她那愤怒的语气里竟然还藏着一丝可笑的期待。显然，即便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位冷艳女帝柳嫣然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希望我只是清君侧，依旧还是大凤的忠臣。但我只是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她，理所当然地开了口：没错，我就是在造反。柳嫣然，恭喜你，
成为了大凤王朝的亡国之君。闻此言，他的面色刹那惨白，踉跄后退中，浑身因愤怒和恐惧剧烈颤抖。他从未料到，我竟敢连一丝一毫的掩饰都不加。柳嫣然此刻心情如怒海狂澜，而我却不由自主地被她身前波涛汹涌的傲人曲线吸引。不得不说，这女帝营养实在过剩，那肆无忌惮的眼神几乎气炸了她。她爆发出一连串软弱无力的谩骂：林耀祖，枉朕这么信任你，不过是试探，竟然公然造反，有种现在就杀了朕，让天下百姓好好看清你这不忠不义的真面目。她闭上眼，抱着必死之心等待解脱。可这种程度的谩骂对我而言简直如清风拂面。我手中方天画戟舞出几道残影，在一连串绝望的哀嚎中，顺手斩尽了周遭那数十位重臣。饶命啊！镇远侯不得好死！不要！血雨腥风中，这群大凤的中枢权贵悉数陨落。柳嫣然听着耳边的惨叫，娇躯站立。她登基不过数载，芳龄20，远没表现出的那般无畏。我原臂一伸，大手环住她纤细的腰肢，一股巨力直接将其托举而起，狠狠摁在怀里。柳嫣然睁开秋水般的明眸，眼前地狱般的断肢血泊惊得她头脑发空。紧接着，她歇斯底里地吼道：“林耀祖，你这混蛋，知不知道这些乃是中枢重臣，负责大凤各种重要事务？就算是改朝换代，可你将他们都杀了，拿什么来治理国家？难道不怕天下大乱，烽烟四起，黎民百姓生灵涂炭吗？该死，真是该死！”我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当初连发12道金牌想杀我时，他可曾想过生灵涂炭？你把这些废物想得太重要了。有时候治理天下并不需要什么，至于他们的作用，放条狗上去一样能做得很好。你这无脑匹夫懂什么？柳嫣然愤然反击：若他们不重要，吾还能容忍至今。他滔滔不绝地讲起那些冠冕堂皇的治国论题，我只是撇撇嘴，玩味的断言：那就拭目以待吧。我纵马狂奔，在满城士族贵服的静默中掠向皇宫。我的50万将士已如挺拔苍松，彻底接管了京城的每一条街道，百姓紧闭门户。对他们而言，换个主子或许并不是坏事。我拥着咬牙切齿的女帝，如入无人之境般踏入金銮殿。一炷香后，我坐在那梦寐以求的龙椅上，方天画戟横在手边，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柳嫣然，你也不想被抓起来的那些大凤皇族成员们出事吧？他瞬间羞怒交加，气得咬牙，却又无可奈何。就在他犹豫着想上前屈服时，剩下的一众朝臣被我的将士如赶鸭子般轰入了大殿。我摆摆手，将女帝晾在旁边，先到旁边站好，乖乖当好吉祥物。群臣见我不仅马踏天狼城，此刻竟然还堂而皇之地坐在龙椅之上，而女帝竟如侍女般立于一侧，顿时掀起惊涛骇浪。不出所料，几个自诩名门的官员立刻挺身而出，怒指于我：镇远侯，尔竟敢僭越尊卑，端坐龙椅，视天子威仪如无物，速速退下，以免羞辱加身。周围几个朝臣也跟着声震如雷。诚哉私言，那位子岂是你所能觊觎？还不滚下来！一介草莽匹夫，竟也妄想触及95之位，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自寻死路，忤逆之徒，有着颜面置身高位，还不下来恕罪？这种根深蒂固的傲慢，真让我索然无味。我语气冷漠地下达了第一道旨意：来人，将这几个白痴拖出去，就此斩杀。脑子是个好东西，希望你们下辈子能长出来。士卒们瞬间上前，像拖死狗一样把人拖走。大臣们被这场面镇住，连忙大声求情，言语间依旧不自觉地端着世家大族的架子。镇远侯，御史刘大人之流仅是失言之过，其罪上不及生死之判啊！诚哉私言，我朝向来以宽容著称，从未有因言获罪之先例。侯爷您如此独断专行，可曾虑及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对极，此举未免过于严苛，有失公允。我似乎认真地思考了一下，笃定的点头，确乎言之有理。见我松口，他们脸上刚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下一秒，我的话却如死神降临，顺便把这几个白痴也一起拖下去斩了。真让人费解，如此浅显的过失竟也会犯，难道在你们心中，朕还不值得被尊称一声陛下吗？你竟然要造反，有老臣下的语无伦次，这不是很明显吗？朕就是在造反，现在才看明白，也是个废物，拖下去砍了。接下来的10几秒钟，我像判死刑般随口收割着这些贵族的性命，杀了，杀了！殿内一时间交织着哀鸣与怒骂，真是该死！林耀祖，你倒行逆施，会遭报应的。不要啊，陛下，陛下饶命！我不是质疑，只是口误。惨叫和求饶声此起彼伏，短短10几分钟，大殿内1/5的朝臣已被清除，剩余官员无不低下尊贵的头颅，身体僵硬，甚至连呼吸都放得极轻。殿外传来的凄厉残息让这殿内的空气近乎凝固。我坐在龙椅上，淡漠地俯瞰着这群瑟瑟发抖的羊群。终于，一个脑子转得快的官员连滚带爬地冲了出来，满脸谄媚地跪伏在地，恭贺陛下，贺喜陛下，一举铲除愚昧昏聩的大凤王朝，荣登95之尊，开启新朝新纪元。微臣拜见陛下的位乃是天命所归，旧朝腐朽，唯有您可带领天下黎民百姓走向新生。其余朝臣争相献媚，主打一个急速从新。我看着这群软骨头，脸上浮现轻蔑的笑意，还挺识趣，那就暂且留你们一条狗命。不远处，柳嫣然看得心头滴血，她万万没想到，这些昔日的心腹倒戈得如此干脆，更是在赞美我的同时拼命抹黑他。若非忌惮我的武力，他恨不得当场拔剑砍死这帮混蛋。我挥手让降臣退下，清空大殿，随后目光火热地锁定了柳嫣然。大好的龙椅，是时候收点利息了。半炷香后，我畅快地吐出一口长气，一脸惬意地靠在龙椅上。一旁的柳嫣然倚着盘龙柱，身体因剧烈干呕而不断颤抖。她满目哀怨地瞪着我，屈辱与怨恨交织，却已沦为我掌中的玩物。我彻底无视她那杀人般的目光，闭上眼，专注感知刚才群臣臣服时脑海中多出的一丝异样。瞬息间，一个虚拟信息面板赫然呈现：姓名林耀祖，境界无，命星杀破狼，七杀加破军加贪狼，未觉醒，天赋庄周梦蝶，为一级，初始觉醒命星任务，七杀星颠覆一个国家政权已完成，破军星进行一场10万人以上的战争已完成，贪狼星血屠万人，
3578100000，潜意识深处的信息如潮水般涌出。原来如此，是这样啊，真是太棒了！外挂虽迟但到，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梦境系统。我当下所处的世界其实是一个无比真实的梦境，在这里，我哪怕死亡也不会伤及现实分毫。而梦境结束后，系统会根据我的行为进行结算，将梦境中的财富、武学甚至人物化虚为实，具现到现实世界。更重要的是，我在现实中迟迟无法完成的命星觉醒任务，竟然在梦境里同步生效。这几天我的狂暴造反，直接干完了2/3的进度。只要我愿意，现在就能突破成为新武者。但我这人要玩就玩把大的。杀破狼3凶星齐聚的完美突破，我势在必得。我又点开了唯一级天赋庄周梦蝶，简而言之，就是每次梦境结束，我在这里学到的所有知识、修炼的所有境界，都能无视积分消耗100白嫖带回现实。这简直是卡系统 bug 的逆天神技，真是太棒了！我沉浸在狂喜中，忍不住再次赞叹出声。然而，这在柳嫣然眼里却成了极度下流的挑衅。她看着我脸上邪魅的笑容，以为我还在回味刚才的亵渎，羞愤的红透了脸，恶狠狠地咆哮：可恶至极！你这卑鄙小人，你给我记住，无需太久。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定会揭穿你那层虚伪的面具，识破隐藏在表面之下的暴虐本性，届时报应自然就会降临。我扭头看着他，明明长着一张高不可攀的冷艳御姐脸，发脾气时却像只奶凶的小老虎，这该死的反差感！那刚刚停歇的战火瞬间复燃，我大步上前，像扛麻袋一样将他扛在肩上，大步朝后殿寝宫走去。既然他还端着女帝的架子，那我就必须好好教教他，什么叫做真正的尊卑有别。该死，混蛋，你又想干什么？不要，这还是白天，哈哈哈！灵耀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在我在皇宫内肆意妄为之时，大凤王朝的四方边疆已是暗流汹涌，各路镇守边关的王侯将相在得知我造反称帝的消息后，先是不可置信，随后便是狂喜。有人在前面背负篡位骂名，他们顺势起兵夺取天下的阻力便荡然无存，召集部下进京平乱，哈哈哈！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时机已到，随吾进京，嘿嘿。柳嫣然，这皇位你既然坐不稳，那就让叔叔来做吧。各种冠冕堂皇的秦王檄文漫天飞舞，我的身上被结结实实的扣满了嗜血暴君的脏水。对天下世家而言，只需借着评判的由头杀了我这个泥腿子，这大凤江山便唾手可得。但紧接着，京城传回的细节战报把他们打懵了。15万护卫军一个照面被打崩，单人破城门，屠戮群臣登基称帝，胆大包天，当真是胆大包天！区区一个泥腿子出身的下等人，哪来的勇气妄想成为新皇？杀杀杀！必须先砍死这个狂妄之徒！骨子里的门阀傲慢让他们对我的忌惮化作了极度的仇视。东西南北四方王侯疯狂集结兵力，直扑京都。而此刻的京城内，抄家的哀嚎声日夜不绝。不要！呜呜！别这样！权力更迭向来伴随着彻头彻尾的血洗。这群高高在上的权贵，几代人趴在黎民百姓身上吸血，如今雪崩之际，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他们既然生前享受了穷奢极欲，临死前就该把欠下的血债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天牢人满为患，京都菜市口的刑场上，斩首令日夜不停，斩，人头滚滚，连刽子手都砍到反位，鬼头刀砍得卷刃，旁边的刀匠日夜不停地重新开封，100、1000、2000，菜市口的大地被彻底染成了暗红色，浓烈的血腥气连嗜血的乌鸦都叫得凄厉。这场史无前例的权贵大清算，生生把那些最爱看砍头的渔民都吓得不敢出门半步。皇宫之内，我大马金刀地坐在龙椅上，听着部将汇报，禀陛下，反贼赵贵等167人家眷族人已经尽数伏法。除此以外，民间亦有不满议论，84名学子联名上书，指责此举杀戮过甚，有伤天和。站在一旁的柳嫣然忍不住讥讽，如此屠戮，确实有伤天和，怕要不了几天，你就会被推翻。部将低头不敢接话，毕竟满朝皆知，这位前朝女帝如今已是新帝枕边的人。我并未动怒，只是冷笑反驳：民间哪来的民间？学子一个个或出身富贵，或有大量家业，他们也配当黎民百姓们的代表？杀戮过甚，有伤天和，真是太可笑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不过是为了糊弄人罢了。朕看他们不是劝阻，而是真真切切感觉怕了，怕以后自己也有这么一天，想要阻止最坏的结果，提前留下条退路罢了。可惜在朕这里，这点小伎俩根本行不通。我语气森寒，下达了毫无转还余地的铁血清洗令。既然能享受曾经的权势，那就必须一并接受付出悲痛代价的结果。朕不接受任何妥协，也不接受任何所谓的劝慰，将那些脑残学子们剥夺功名一并缉拿、下狱、审讯，有意者杀，无意者贬为苦力。柳嫣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痛骂：混蛋，暴君，迟早有你哭的那一天。话音刚落，一名满身狼狈的斥候连滚带爬的冲上大殿，头盔都跑丢了，惊恐高呼：报！启禀陛下，前王举兵20万，已经直奔京都而来。话音未落，又有几名士卒满脸惊恐地冲入殿内，急报接踵而至：报！陛下，大事不好，恒王举兵30万，秦王进京。报！西南封疆大臣霍天举兵15万，北域征北大将军起兵20万，各路叛军零零散散加在一起，总兵力已逾100万之众。柳嫣然听着耳边的战报，脸上浮现出彻骨的冷笑：听见了吧？天下皆反，现在你又能如何？百姓他们本就没有发言权，只会被世家驱使代表。我听到这一连串的坏消息，非但没有任何忧虑，反而开怀大笑，语气霸道无双：哈哈哈，那又如何？天下皆反，那就天下皆杀。区100万大军，看无疑站定乾坤，令全军整备，随时准备应战。众将士神色肃穆，眼神中透着近乎扭曲的狂热，对他能否创造神迹深信不疑。柳嫣然则眼露轻蔑，似乎觉得我不过是在自寻死路。事实上，我等的就是这一刻。杀破狼3项觉醒任务，只剩下贪狼星的亲手血屠万人这一项。
前几日抄家灭族，我本可杀那些无辜家眷刷净土，但在我心中，即便身处梦境，亦有所为有所不为。若要杀，就杀这些战场的猛将。转眼十几日过去，各路大军汇聚京城之外，他们互相牵制，都在等别人当出头鸟。我乐得悠闲，就在这期间肆意宠幸柳嫣然。我有心力在身，随时都能保持巅峰状态。而京城内那些还没被抄家的世家权贵正疯狂密谋，他们不甘心在我的屠刀下苟延残喘，暗中使出浑身解数联络城外。入夜，这股由死士和仆役拼凑而成的内应队伍几乎同时发难。杀呀！占领城门，铲除那伪帝，冲锋！冲锋！撞开城门，恭迎秦王大军的荣耀降临，斩尽杀绝。然而他们刚靠近城门，便落入了我的陷阱。哇，不，中计了！这分明是个陷阱！可恶，我们被算计得如此彻底，万千箭矢如乌云蔽日，瞬间将这群杂牌军射成了活人刺猬。我冷峻地站在城墙上，俯瞰着下方的血肉修罗场。我想解决矛盾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屠灭制造矛盾的阶级。不远处的柳嫣然看着这一幕，眼神中掠过丝丝不忍。杀戮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我盯着下方，冷冷回道：但可以解决制造问题的人。次日黎明，城外百万联军汇聚成黑压压的洪流，旌旗遮天蔽日，各路诸侯的首领聚在军阵中心，眼神交错间都在权衡利益。在他们看来，今日不过是喊话环节，负责喊话的官吏齐声呼喝，反贼猖獗。他们妄图用唾骂摧毁我军的士气，为接下来的攻城造势。更有甚者，数名悍将在阵前高声挑衅，试图斗将。狗贼，可敢一战？来人啊，出来跟爷爷打一场！一群懦夫，连应战都不敢。然而见识过我非人武艺的镇远军士卒，看他们就像看一群死人。我站在城头大笑一声，方天画戟在阳光下寒芒四溢，哈哈哈，真是好胆，居然敢如此！众将士可有胆量与朕出城战斗？一声号令，50万将士爆发阵阵咆哮，战战战！如山崩海啸般的吼声震颤了城外的百万大军。在那嘎吱作响的开门声中，我身披黑甲，一马当先冲出城去，身后铁骑宛若黑色洪流，带着森然杀意，主动发起进攻。敌方头领见我放弃守城，反而主动出击，纷纷露出极具嘲讽的笑容，哈哈哈！匹夫就是匹夫，连这么简单的激将法都中了，笑死无了！那家伙都称帝了，居然还跟当将军时似的，主动冲锋在前，真是没脑子！还以为能有多难，没想到竟然如此。来之前多少有些高看这个泥腿子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杀了灵耀祖，镇远军不攻自破，吾等联合百万大军，还能被不足一半的兵力打败。那灵耀祖简直是自寻死路，万万没想到，本以为例行公事，却出现这么大的收获，看来也无需再分别进攻，现在正好直接搞定那个无脑反贼。那一帮叫嚣斗将的将士大喜过望，满眼贪欲的迎了上来。伪帝受死，吾乃西南大将刘子渊，特来杀你！杀啊！灵耀祖，来战吧！杀杀杀！相遇的瞬息，方天画戟如雷霆划过，轰轰轰！凄厉的音爆声刺穿耳膜。10几个成名已久的大将，连我的动作都没看清，就悉数在空气中炸裂。最后2个漏网之鱼吓得瘫软在马背上，我也只是顺手一划，取了性命。我的目标极度明确，直取敌军首领。百万大军在我眼中如同虚设，我凭着25点星体极限和100星力的护体，在千军万马中凿开血路。那些坐在宝座上的王侯们，眼睁睁看着我如魔神降世，吓得语无伦次。这怎么可能？天啊，那还是人，真是该死！子渊可是能举起200斤石锁的大将，竟然被就此斩杀。各路首领看着我如魔神般逼近，终于彻底慌了。来人，快来人，挡住那个灵耀祖，别让他过来！杀杀杀！斩杀伪帝者，赏10万金。封侯，众将士何在？建功立业，就在今朝！重赏之下，万千士卒红着眼向我涌来。我猖狂大笑，方天画戟如黑龙入海，所过之处，鲜血如霞，哀嚎声交织成绝望的乐章。战场在呼吸间化作修罗地狱，普通的将士在我面前犹如螳臂当车，转瞬被碾碎。10人、100人、1000人，我一骑当先，凿开一条血路。潜意识中的血屠万人，任务进度正无声的飞速跃进。各路诸侯的首领目睹这一幕，有的颤抖着下令死守，有的则在亲兵护卫下狼狈撤离。在这些人心中，命比天大，可我想让他们死，他们就逃不掉。片刻后，我杀入联军中枢，数十名死士飞蛾扑火般挡在我面前，被我挥击扫成碎片。2名跌落在地的首领发疯般的哭喊：吾景王是也，你不能杀！吾等皆出身王族。跪咒之后，银芒划破长空，2颗人头瞬间冲天而起。我优雅地将这2颗由于恐惧而扭曲的头颅抓在掌中，语带讥讽：不能杀，朕偏要杀！王族，真是可笑至极的称谓。在朕眼中，你们不过是苟延残喘的旧朝遗孤，前朝余孽罢了。我顺手砍断帅旗，四周士卒崩溃尖叫：景王他没了！康王殿下遭遇不测，快逃啊！恐惧如瘟疫蔓延，百万大军军心涣散。我统领的50万镇远军趁势掩杀，敌方的百万洪流在这一刻如山岳倾颓。我像猛虎下山，继续锁定那些逃窜的诸侯。路上的阻拦者皆化作我任务面板上的冰冷数字：1颗、3颗、10颗。曾经显赫一时的王孙贵胄，尽数陨落在历史的尘埃里。半个时辰后，我穿着被彻底染红的铠甲，拎着18颗死不瞑目的人头，屹立在战场中央。残存的百万降军看向我的眼神，只剩下无尽的卑微与恐惧。镇远军将士们高举兵器，狂热的嘶吼：万岁！万岁！陛下万岁！嗷嗷威武！
天神下凡，天神下凡！城墙上，柳嫣然看着这横扫天下的霸道凶威，满脸惊骇与懊悔。他知道这世上没有后悔药，若早知我有这种恐怖战力，他只会把我供起来，而不是疯狂作死。此役，我凿穿联军120万人，杀敌20万，收编60万，我的血屠万人，进度已突破7000大关。那些曾经眼高于顶的将领见到我，直接丢掉武器跪地求生。我虽杀人如麻，但对投降之兵仍留有一丝本心，并未途径。此后数日，京城再现血雨腥风，那些旧朝余孽和显赫世家被连根拔起，数不尽的经典珠宝被拖出国库，塞满了林氏家建的8个大型仓库。作为前任女帝，一直在为国库空虚头痛的柳嫣然，看着那些抄出来的金山银山，恨得牙痒。这些世家蛀虫藏富于己，若他当初能抄了这些家，何至于毫无还手之力？随后，我在大凤的废墟上定鼎，国号为自号武帝，我将武夫地位提到至高，照搬大秦的20等军功爵制和郡县制。京都战役的消息席卷天下，世家豪强们惊恐万分。什么？林耀祖单枪匹马就破了100万大军，斩杀18位王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啊！开什么玩笑？这怎么会？怎么会这样？该死，真是该死啊！区区匹夫，一个泥腿子罢了，他怎么能任凭他们摔碎多少精美器具，都挡不住我的铁蹄？当镇远军的军容出现在各地城外时，所有不幸都化作了谄媚的主动屈服。偶有铁头娃反抗，我亦是熟练的屠城抄家，绝不姑息。10几日间，五朝气象已成，但我坐在金銮殿上，看着下方稀疏的朝臣，却微微皱眉。2轮清算杀得太狠，文臣断档，满朝将领只会喊陛下无敌。治国还是得找几个能识字的。为了评价积分，也为了未来带回梦境奖励，我下旨招揽贤才，暂时通过旧臣过渡。下朝后，我回到后宫，治国第1天，文官不够，找柳嫣然；治国第2天，将士没脑子，去火；治国第4天，林耀祖啊林耀祖，不能堕落了；第5天，第6天，傲娇女帝真好玩。半个月后，我躺在龙床上回味，柳嫣然慵懒的在身旁嘲笑道：“哈哈哈，现在知道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了吧？当初无便是如此，天天头疼各种事情，希望你能坚持得更久。”我挑了挑眉，看着怀中冷艳却有些气喘的柳嫣然，语气玩味：“不够久吗？那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而另一边，我派去五朝各地招贤纳士的朝臣们几乎全撞了南墙，那些骨子里透着高傲的文人大儒，世家门阀根本瞧不起我这个篡位的泥腿子。老夫年事已高，让新帝另请高明吧。送客，某大儒挥袖拒之。不巧，暂时没有出事的意图。世家子弟满脸讥讽，更有顶级豪门直接闭门开骂。哈哈哈，区区武夫也配5等效力？滚吧！无论孔家还是其他任何学子，都不会有人为篡夺大凤正统的国家效力。10几日后，我坐在大殿之上，听着朝臣战战兢兢的汇报，脸色寒如冰冻。大殿内的空气瞬间降到冰点，我眼中的杀机再也按捺不住。好，朕真是给他们脸了。既然不愿意为吾效力，那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从今日起废除4书5经，列为禁书，搜尽世间所有，焚烧殆尽。私藏者抄家灭族，孔家、孟家16个顶尖门阀，诛杀10族，阻拦者杀，非议者杀，劝阻者杀。此言一出，几名老臣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冲出列跪道：“陛下不可，此必天下大乱。”是啊，陛下，这会毁掉整个五朝，会让天下大乱。届时，黎民百姓会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请陛下收回成命，否则臣便死谏。我看着这几个自诩清高的台阶，森然冷笑。看来你们真是不怕死，不过死谏就不用了，刚好触犯了一条，劝阻者杀无赦。来人，送这几位上路，顺便抄家灭族。这几人瞬间瘫软，随后在被拖出殿外时歇斯底里的咒骂：“昏君，你这昏君必不得好死，尔等暴虐之辈，死后必遭千古骂名。莽夫暴君，吾在黄泉路上等你。”我混不在意，反正这不过是场梦境，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既然这群世家不想玩，那我就把桌子掀了。我那贪狼星任务还差3000颗人头，拿这些拎不清的蠢货田鼠，最合适不过。残酷的圣旨随着飞鸽横跨千山万水，而那些世家门阀还在府邸里推杯换盏，浑然不知死期已至。区区篡国者也配让吾等效力，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五朝得位不正，长不了。话音未落，震耳欲聋的撞门声和大军的咆哮瞬间击穿了他们的傲慢。慕容世家罪不容赦，奉旨抄家灭族。看着昔日钟鸣鼎食的家族化为修罗场，慕容家主吐血嘶吼：“啊，罪不容赦！该死！吾慕容家有何罪之有？”负责抄家的将领语气淡漠：“莫须有。”仅仅1日，天下震动，16个顶级世家被连根拔起，千年传承在镇远军的铁蹄下灰飞烟灭，大火在各城燃起。曾经神圣的文字，经典化作了漫天飞灰。无数白袍读书人跪在火堆旁豪气，却没一个人敢上前一步，因为旁边那几十具血淋淋的尸体就是前车之鉴。真理只在刀剑之下。世家既然自诩为明星，那我就用屠刀重新定义。各地流言纷飞，说我是天魔转世，吃人肉的暴君，甚至能指小儿啼哭。但我却在皇宫大殿上干了一件更让这群文人崩溃的事。波呲得给朕死命的背2个时辰背不会，赏20军棍，死了的追封3级下葬。我指着木板上的拼音字母，对着下方一群5大3粗的将领发出死亡咆哮。这帮战场上杀人不眨眼的汉子，此刻头皮都快挠破了。这种文字对他们而言简直是炼狱，但在军棍的威胁下，人性由于贪生迸发了极致的潜力，他们竟然在短时间内学会了拼读。我露出一丝满意的笑，不错。尔等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将这些拼音字母的读法传授给所有只属于你们管理的将士。时间限制，惩罚措施分毫不差，以此类推，下属叫士卒，士卒叫百姓。这些淋过雨的将领瞬间眼神发亮，摩拳擦掌的想去。
撕掉属下的伞。我看着他们领着新客的字典离去，独自站在窗前。柳嫣然缓缓走到我身后，费解地问：为什么？倘若将那活字印刷公布，自然可以引发文坛盛世，可你却采取暴力手段，不惜名声，强横地灭杀所有人士族世家。我嗤笑一声，回手揽住他，哪有为什么？不过是朕愿意罢了。帝王一怒，服尸百万。声明这东西，历史上由胜利者书写，等这天下百姓都识了字，朕倒想看看那帮自诩高贵的读书人还有什么好得意的。接下来的五朝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恐怖平衡，城外抄家声不断，城内读书声响天。我用最暴力的方式强行推行简体字和拼音，将文字从世家的神台上扯了下来。世家想反，山贼土匪却在各地层出不穷。我懒得抓土匪，只要城外有匪，我就抄了城内世家的家作为抵罪。这种逻辑暴论搞得世家们欲哭无泪。某处庄园，周氏族长还在和客人密谋，一呼百应，天下皆反，府门便被撞破。丹阳周氏一族勾结匪患，罪不容赦，奉旨抄家灭族，以儆效尤。杀！族长颤抖尖叫。你们有证据吗？吾等根本没有勾结。将领狂笑着一刀两断。证据？陛下说你们勾结匪患，足够了吧？给我杀，一个不留。客人想撇清关系，却被粗暴打断。既然敢来做客，那就罪与其同，全部杀光。鲜血染红了每一处夕阳下的草坪。短短数日，大凤遗留的世家被磨灭了2/3。我用乱拳打死了试图徐徐图之的老狐狸们。五朝境内血流成河，那些剩下的世家被吓得当家当起缩头乌龟，彻底死心。百姓依旧过着自己的日子，除了多了些谈资和新文字，他们的世界并未崩塌。大殿之上，我坐在龙椅上，听着将领汇报那一件件天文数字般的家产入库。五朝终于在这场疯狂的血洗中重新焕发生机。陛下，秋山城郑家、王家、宋家等皆灭族抄家，获取白银2100万两，黄金400万两，翡翠玉石、古董名画等各类3600余件，田地50万亩。丹阳周家、屠苏家、娄家等已灭，获取白银，田地40万亩。阳城李家已灭，白银3000万，充公田地60万亩。一个个夸张的数字从我手下将士口中爆出，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龙椅边的柳嫣然早已听得头皮发麻，脸色呆滞。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这些他眼中的边陲世家，竟然坐拥着足以碾压大凤数十年税收的惊天财富。我坐在龙椅上轻笑出声，还真是流水的王朝，铁打的世家，但可惜碰到朕，算他们倒霉。我起身，目光如刀，这次就教那些人一个道理：拳头够硬，铁打的也照样会被摧毁。既然已经灭了2/3，那剩下那1/3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当即颁布新策，着令今日起公布新策，所有土地皆收为国有，按照市场均价补偿。从此以后，农户按照人口免费分配土地，只有租赁使用权，没有买卖权利。收成其3上交国库，其7留为自用，可自行买卖。还有设立商税专门征缴队伍，提高商税规格，暂统一按照每次交易利润的上交。凡偷税漏税者，第一次100倍罚之，3日不交者杀；第二次1000倍罚之，3日不交者杀；第三次抄家灭族。今日起废除所有主仆合同约束，一切欠债合同同样作废，擅自追究者杀。铁血旨意大开大合。台下将士们被这惊天动地的政策冲击得心神摇曳，比利更是在旁站立着疯狂记录。2个时辰后，后宫柳嫣然慵懒地侧躺着，语气复杂：“这都是你算计好的吗？涂世家收财富，分土地养民心，自此天下定，盛世重现。”我揉捏着他的发丝，淡然道：“2%的世家阶级掌控着世界上98%资源，但很可惜他们不够强，朕也懒得慢慢斗，索性全部打死。这样，那98%就全归朕所有，剩下的就是将这些利益重新分配罢了。但这只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一世。”柳嫣然长叹：“分配过后就成了新的世家，世家阶级永远无法消灭，皇帝便是最大的世家。”我也冷笑起来，杀气张狂，只要杀得都快，朕看谁敢。这世界上不需要那么多世家存在，有朕一个就够了。随后，这道血染的圣旨借着我军中普及的拼音和简体字，迅速传遍乡野，底层农户疯了。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大赦与恩赐，但那些奢华庄园里却全是碎词与怒骂。该死的林耀祖，该死的新帝啊！混账！这是要灭绝吾等，商税竟然需要缴纳3成，何等残暴！他武帝难道就不将吾等当人吗？居然将田白给那些泥腿子种，还只要3成，凭什么？均价强制收购，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合同作废，不可能，无就不放，又能如何变革？向来伴随着流血，我毫无畏惧，甚至期待那些拒不从命的世家。迎来了镇远军熟悉的敲门声，砍人收缴充公，流程熟练到令人发指，钱实在太厚了，根本花不完。我干脆启动大规模的水泥路、城池、房产工程，让世家1000年的积累反哺设计。我还定下重赏，引导匠人攻克煤炭、蒸炉、制盐等技术，在这片大地上万物归正。以前那套朝廷不与民争利的鬼话，在我这成了绝响。剩下的世家终于看清了现实，反抗必死。他们想跑，想带着积攒的财富去邻国东山再起。某条出境小路上，满头冒汗的世家主捏着拳头发誓：30年河东，30年河西。林耀祖总有一天，吾等世家会令汝付出代价。可他刚要走，一群山贼骑兵便从地平线压了过来。啊，不该死！尔等何人？是镇远军，难道连最后一点希望都不给吾等吗？骑兵统领戴着面罩冷冷道：“别乱说，我们现在可不是镇远军，而是刚刚落草的山贼。”家主气得呕血，尔等真是放屁，连脸都没蒙一下，当吾是瞎的吗？倒行逆施，不问而诛，此乃……好了好了，别说屁话了。统领不耐烦地打断，浪费我们时间，等杀光你们后，我们就接受诏安上岸了。来人，杀！刀光闪过，手机起跳，哪怕在乱坟岗，我也要确保他们死个干干净净。我用大棒加萝卜之君也致命，
学会拼音能务工领钱，学不会就交文盲税。半个月后，强制开智初见成效。柳嫣然看着我处理那歪七扭八的拼音奏折，不解问我为什么。倘若将那活字印刷公布，自然可以引发文坛盛世，可你却采取暴力手段，不惜名声，强横地灭杀所有人士族世家。我嗤笑反问：声明，历史上由胜利者书写，那些失败者注定被扫进垃圾堆。等到强制推行，所有黎民百姓都认识字，朕倒是想看看那些所谓的读书人还有什么好得意、好自豪的。就在这时，边境金国余孽竟然不知死活，集结50万大军突破雁关，说是要直取京都。龙以上，我眼中大喜，真是瞌睡送个枕头。整军迎战，这一次朕亲自御驾亲征。贪狼任务还差3000人头，既然他们主动送死，我何苦推辞？2日后，我单枪匹马，挺着方天画戟杀进敌军阵中，杀光那些金狗！冲呀！陛下都冲过去了，兄弟们建功立业就在今朝！哈哈哈哈！区区一族狗给爷受死吧！敌军头领贪婪的吼着重赏，那人乃5朝之帝王，谁能取其项上人头赏千羊万牛，外加疆域广阔之草原万顷，攻其自用不惜一切，将那身着黑甲者擒杀。凡攻城者将得享无上荣耀，唯我之下万人之上。但我没给他们报完才名的机会。方天画戟划过，天旋地转，几十颗人头成了马背上的血腥文章。我每踏出一步，敌军便如秋叶凋零，任务数值疯狂跳动，78601010008234100090181000，一族被我杀到肝胆俱裂，成片投降。我也没忘了抓壮丁回去当奴隶劳动。前方30万小部落援军还在混乱，我领着几百亲兵直接凿穿中军，杀，9700，死，9800，那是5帝灵耀祖，身边只有几百骑兵，杀，堆死他！长生天的勇士们，冲啊！将那个家伙杀死！为了部落，为了大金，杀！就在这狂风怒号间，最后一个任务终于圆满，10000010000，完美突破，前置达成，心力如岩浆沸腾。一瞬间，白天隐退，万顷乌云压顶，七杀破军贪狼。3颗大星在苍穹之巅爆发出妖异光芒，本命星辰，七杀觉醒，本命星辰，破军觉醒，本命星辰，贪狼觉醒，咔嚓，肉体枷锁彻底粉碎。姓名：灵耀祖，境界：星辰境，心力300，星体75，普通人上限10点，命星杀破狼，七杀加破军加贪狼已觉醒。天赋：庄周梦蝶，为1级，七杀之力初级，破军之力初级，贪狼之力初级，杀破狼降临初级。感受到体内暴涨100倍的综合实力，我横戟立马，这种领先世界无数步的强度，注定引来无数贪婪与忌惮。在这新武者的起点，我冷冷一笑，即便是在这梦境中，朕也要成为那万世唯一的永恒主宰！哈哈哈！现在知道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了吧？柳嫣然在身旁慵懒取笑，我回头，眼中野心熊熊。打，朕能一战灭百万；治，朕便叫这天下重开颜。柳嫣然，你就给朕好好看着吧。我念头微动，4大初级技能的详细介绍瞬间涌入脑海。七杀之力初级，搅乱世界之贼，引起大型动乱，获取星辰眷顾，随机获取新天赋。破军之力初级，纵横天下之将，发动大规模战争，获取星辰眷顾，增强心力上限。贪狼之力初级，艰险诡诈之事，大范围屠戮生灵，获取星辰眷顾，增强星体上限。杀破狼降临初级，3星汇聚，全面增强10倍心力与星体上限，持续时间视身体承受力而定。我不禁嘴角微抽，这不愧是黑暗3星辰，制造混乱，发动战争，屠戮生命就能变强，这种诱惑谁经受得起？幸好这只是梦境世界，否则大夏通缉榜榜首定是我灵耀祖的名字。战场上的厮杀声将我拉回现实，一族士族正惊恐地远离我。我决定试试那个最直接的战斗天赋——杀破狼附体。随着我一声轻喝，天空骤然变色，万顷乌云如墨幕遮蔽苍穹，昼夜瞬间颠倒，3道绚烂星光跨越宇宙，直贯我身。我体内的心力与星体强度疯狂暴涨10倍。我随手举起方天画戟，注入心力，向前方逃窜的一名小头领甩去。轰！耀眼的白光扫过，前方500米内的空间仿佛被彻底净化，路上的一族士族连惨叫都发不出，便化作漫天血雾。那小头领连同数百亲卫瞬间蒸发，原地只剩下一个直径10几米的漆黑巨坑。战场被按下了静音键，无论是镇远军还是一族，全都惊得呆若木鸡。我并没停手，冷漠地挥动画戟，又是10几道白光横扫，战场上多了10几条鲜血铺就的通道。小部落的头领们悉数暴毙，数千一族沦为陪葬。一息后，残存的一族疯了一样丢掉兵器，跪地狂磕头。长生天，伟大的长生天，那是长生天的化身，我们必须臣服投降，向长生天谢罪。我的将士们也陷入了狂热，齐声呐喊：陛下威武，陛下万岁！神！我取消了附体，奔涌的力量退回原点。紧接着，2道系统提示浮现：发动50万人规模战役，提升50点心力上限，屠戮普通生命3125，提升3点星体，面板随之更新。姓名：灵耀祖，境界：星辰境，心力350，星体78。5朝金銮殿上，将领正兴奋地汇报战绩：禀陛下，本次大胜，金朝余孽斩杀10万，收押俘虏37万，还有3万溃兵正分散逃窜。我淡然摆手，知道了，把那些异族分批拉到个城，作为奴隶往死里用，筑城修路、帮工挖矿耕地都可以。倘若不服，可就地斩杀。退朝后，我心满意足，看来1万士兵对应1点心力，1000人命对应1点星体。按照这进度，我不仅要做最强者，还要突破这个世界的上限。接下来又到了教训柳嫣然的时间。御姐深冷艳脸，此刻却只能在我身下婉转承恩。我告诉自己，灵耀祖，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与此同时，我覆灭金国50万联军的消息席卷列国，那些残兵把我描绘成3头6臂、生吞孩童的魔神。边境王朝虽不信这些神话，却也警觉地抱团分瓜大金的遗产，打算将我5朝排除在外。我对此嗤之以鼻。
死人的地盘朕迟早会去拿。在民间，我成了百姓心中的天神，分地给钱带来安全感，底层人哪管皇位如何来的。当异族奴隶被成群迁入城池时，五朝百姓的自豪感达到了顶点。3个月后，寒冬降临，以往此时尽是饥寒，如今百姓却坐在暖炕上，对着我的木像诚心跪拜。爹，俺请张木匠雕的武帝陛下木像已经摆在正屋了，咱们一起去拜拜吧。对，以后每次吃饭前都必须拜拜陛下他老人家的像，祈祷长生不死，永远在位。皇宫内，我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心力炼体诀。我发现那些对我产生狂热信仰的将领，体内竟然产生了微弱的心力联系。我将这法门编撰成册，强行在全军普及。得益于先前的扫盲，这帮糙汉终于能看懂秘籍了。我故意让世家残余偷走秘籍，让他们帮我传播。这些老古董如获至宝的嘲笑我，荒谬，真是荒谬。这个该死的武帝想做什么当什么，子不语怪力乱神，大好时机，只要将这内容流传出去，民心自然浮动，届时大事可成嘞。他们疯狂传播，本想以此证明我昏聩求仙，却没想到那些百姓和将士练了之后，力气真的变大了，信仰越狂热，身体越强横。柳嫣然本也不信，可在好奇尝试半小时后，他白皙的手指竟将华丽的茶杯捏成了碎片，咔嚓，他呆呆地看着地上的残渣，喃喃自语，这竟然是真的，心力炼体，这就是他的力量来源吗？我走进店内，看着他震惊的模样，玩味一笑，你竟然也成功用心力炼体，不错，很不错，看来以后可以稍微释放些力量了。信仰我即能得力量，柳嫣然既然练成了，说明他心里终究还是有了我的影子。日记补充：治国数月，那些曾经不服的世家已成了历史灰烬，军队百姓尽数归心。虽然边境之外群狼环伺，但我看着手中滴血的方天画戟，只觉豪情万丈。只要战火不息，朕的心力便永无止境。柳嫣然看着我，眼神越来越复杂，而我只想带他去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猛男。炼体成效虽显，是时候将内妃之事提上日程了。既然当了皇帝，不享受人生起飞浪费，我理直气壮地认清本心后，心力上限竟为此增长。我神态微妙，难道朕真是个好色之徒，竟能以此感悟提高实力？转眼3月，五朝巨变，各城百姓强壮自信，街道整洁生机勃勃，商业街叫卖鼎沸。烧麦，刚出笼的烧麦，大馒头，热腾腾的大馒头，京城胭脂，刚刚出的新货，来瞧一瞧看一看啊！五朝士族巡逻过处，百姓街头已崇敬目光。乡下农田间，肌肉裘洁的汉子们拉着新式曲原力狂奔，哈哈哈哈！这新式离真省力，效率真高，不愧是天神下凡的陛下，连这都能想到。当然了，要不是有心力炼体诀，即便有这种神器，我们也不能更得如此轻松。一切都要感谢至高无上伟大的武帝陛下，要不他根本过不上这种好日子。突有老汉如蛮牛般疾跑过境，边跑边吼：天大的消息，天大的好消息！刚刚皇榜张贴，伟大的陛下正式开始内妃，对全五朝展开征集，要求必须容貌秀丽，身世清白，炼体程度高，3娃4娃，赶紧回家通知1娃，倘若能被陛下看中，进宫伺候他老人家，可谓是光宗耀祖。田间汉子们闻言双眼放光，丢下农活就往家冲。深山上连老虎都在憋屈，曾经的口粮如今个个生猛。快，别让那大虫跑掉，小心点，若打坏了皮，可就不值钱了。哈哈哈，区大虫根本不足为惧。上啊！老虎惊恐发现人类全变了，选妃消息传开，世家余孽也蠢蠢欲动，企图渗透。可他们派出的海选女子，却发现民间不仅人人力大如牛，海选门槛竟然还得举起200斤石锁。当晚，那些世家高层无不自毙，房中怒骂连连。该死！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我的天啊！真的，心力炼体诀竟然是真的！难道吾等世家永无翻身之地？练，必须练！那伟帝灵耀祖就是靠着心力炼体才能拥有强大力量，吾等世家也绝不认输！哈哈哈哈！黄口小儿，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公布此等秘籍，等吾世家吃透，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届时天翻地覆，乾坤颠倒。可他们不知，信仰才是门槛，又是双月流逝，我内妃入宫，夜夜笙歌，尽享顶级快意，而各城世家庄园内则哀嚎不断。为什么？为什么还是修炼不出来？老天爷，难道那狗皇帝真是仙神下凡不成？该死，都是一样的秘籍，那些下贱的泥腿子能修炼，凭什么吾等却不能？不公，老天为何不公啊？世道为何如此啊？气死我了！心力炼体诀绑定的是对我的信仰，一己者注定竹篮打水。民间那些顽固不化的商人世家，渐渐在狂信徒的冲击下崩溃，钱财被充公，想要潜逃者皆被镇远军截杀。我无需特意针对，问题便已消失殆尽。4月草长莺飞，境外蛮夷联军300万，企图合力瓜分五朝。绝密情报飞入皇宫，大殿内却是快活的气氛。区蛮夷也敢进犯，真是不知死活。陛下，给吾10万大军，必然大破敌军，将其歼灭大半。哈哈哈哈！陛下，臣只需3万、1万、5000。奶奶的，陛下，吾一个人破一路，我俯瞰将领们抬杠，嘴角微扬。我要的是破军之力的收割，越多越好。既然那些该死的蛮夷一族想找死，那就成全他们。这次除了留30万大军留守维护各城外，东南西北4方各派30万大军，合计120万，杀戮为主，俘虏为辅，一路打到各个王朝境内，将其灭国。此外，开通自主报名渠道，动员百姓作为后勤运输，可分配塞外100亩荒地耕种，前3年免税，后续依照惯例上交30%为税，只拥有耕种权，没有所有权。此外，商队可报名随军出发，与士族进行战利品交易。本次大战中灭国功勋者，可根据对应国度领土大小进行封王。这种机会不过，希望你们可以把握。瞬间，金銮殿内喘息如雷，100万正规军携800万后勤轻壮碾压而出。我心内冷笑，闷头苦修哪有开挂快？2日后，东路30万军遭遇大梁王朝80万敌寇，大梁主帅看着我军随行的200万百姓，
嗤之以鼻。给本将杀过去，以为这样就能阻拦吴大良伟业攻城吗？行军打仗可不是靠着人多就行，绵羊数量再多也别想打过虎狼。杀杀杀！不降者格杀勿论。我军将领狂笑回应：兄弟们，建功立业就在今朝，剿灭那些柔弱的异族！冲啊！全军红着眼嘶吼：杀啊！冲冲冲！杀光那些异族狗，别让他们跑了！冲呀！两军对撞，武士族个个如战神附体，挥手间便将铁骑连人带马掀飞，30万猛虎屠戮80万绵羊，瞬间凿穿阵地，敌将惊骇欲绝。什么情况？这怎么可能？天啊！我的天啊！那些是武朝的士卒，为什么这么强？不好！大将军快撤！这武朝不可力敌，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该死！那几个敌将直接打穿了军阵，奔着这里来了！杀杀杀！狂妄，竟敢闯阵，围杀他们！崩溃在瞬息之间，敌军哭爹喊娘啊！逃！快逃！他们不是人，是地狱来的恶鬼！天啊！无投降！不要杀我！百万百姓见状，也如狂犬般冲上去痛打落水狗。该死！为什么一个老汉都比我力气大？这些中原人怎么忽然变得这般离谱？不出一个时辰，大梁全军覆没，俘虏被扒得只剩裤衩，有贵族叫嚣：混蛋！士可杀不可辱！你们这些中原狗，该死！吾等可是大梁贵族，要享受挺有的俘虏待遇。一刀两断后，现场鸦雀无声，并发动合计参战达到310万人的大规模战役，提升310点心力，下属屠戮普通生命32万2458，提升32点星体。我端坐宫中，感知体内力量狂涌，心力瞬间攀升至710点。接着，南、北三方捷报连奏，武朝军势如破竹，碾碎一切阴谋诡计。一族勇将在心力炼梯者面前脆弱如雏鸡。南方战场提升330点心力，45点星体；西方战场提升290点心力，30点星体，心力总量直冲1730点，星体达185点。这种实力的跨越式暴涨，令我胸中豪情万丈。系统提示：北方战场发动合计参战达到280万人的大规模战役，初级本命天赋破军之力发动，提升280点心力。系统提示：下属屠戮普通生命25万0214，初级本命天赋贪狼之力发动，提升25点星体。四方战场连战连捷，短短片刻，我体内的力量磅礴如海，一拳打出，竟在空中炸响轰雷般的音爆，惹得皇宫内阵阵混乱。意念微动，焕然一新的面板浮现，心力2010破线，星体210破线。按主界常理，星辰境的极限是1000点心力和100点星体，而我此刻却如饮水般轻易破线，多半是因着杀破狼3星组合。如今的我，即便面对更高的星云境武者，亦有翻掌灭杀的底气。然而星云境晋升任务毫无反应，我暗自揣测，或许唯有回归主世界，才能开启。此时的后宫，前大凤女帝柳嫣然似是顺着契机感应到了什么，脸色变幻后，彻底掐灭了最后的小心思，只求为我生子母凭子贵。天神下凡的威压，已让他不敢生出一丝违逆。接连4场大捷的战报传遍天下，浩瀚武朝举国欢腾，哈哈哈哈哈！看啊，武朝威震四海，那些所谓的异族，在我们面前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蝼蚁罢了。壮汉拍打胸膛，豪迈狂笑：武帝陛下万岁！正是有了他的雄才伟略，我们才能享有今日的安宁与繁荣。没有武帝，何来这盛世景象？百姓举杯重敬落泪，而暗处的世家余孽，则只能在败落的庄园内咬牙切齿。该死的灵药族，该死的心力炼体啊！气煞无眼，老天无眼，那些蠢笨的异族，300万大军竟然顷刻被灭，废物，全都是废物。同一时刻，各方异族王朝的权贵们陷入了歇斯底里的崩溃。什么？吴大良80万大军全灭了？这怎么可能？难道那武朝全是天兵神将不成？这就败了？该死！他们全是废物吗？一战就被打崩，朕换头猪上去统领都不至于如此啊！废物，全是废物！快调遣大军镇守疆域，绝对不能让那些武朝人趁机攻进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四方300万大军，武朝怎可能抵挡？荒谬！如此情报，难道将朕当作傻瓜吗？无论他们信与不信，30万武士族与200万后勤轻壮，已如猛虎下山般撕裂边防，杀入部落，轰轰轰杀啊！灭了这座城！杀杀杀！兄弟们，加把劲，别让另外3方吃了头筹！哈哈哈！区区一族实在是太弱了，满目骇然的一族惨遭屠戮，疯狂奔逃。妈妈呀，我要回家！该死！这武朝人怎么这么凶残？呜，别杀我！投降！投降了！不是人，那些家伙就不是人！战场上单人破城，手撕一族的离谱场景不断上演。青壮们见一族如此羸弱，杀得比正规军还起劲。遇上曾掠夺武朝子民的部落，大军便直接屠族，妇孺皆不留。皇宫深处，系统的提示流每分每秒都在狂飙。我冷眼旁观，不介意他们是屠城还是抓奴，只要能化作心力和星体的给养即可。短短1月，武朝疆域暴涨10倍，周边异族全境覆灭。曾狂妄谋划的中原的异族皇帝，转眼身首异处，或是沦为阶下之囚。大局已定，我降下新旨，鼓励百姓向新土迁徙，并将天下异族化作369等奴隶。由是金发与昆仑奴一系，我更是锁死了他们修习心力的通道。异族奴隶用血泪偿还往昔罪孽，曾被我废除奴籍的武朝百姓，也借此成了奴隶主。各种风月场所再度兴旺，岁月轮转，武朝万邦来朝，万物繁荣。各种知识典籍搜刮入宫后尽数焚毁，全境推行武朝语言。我也沉醉于万载难逢的温柔乡，尽享这人间极致的帝王之乐。2年匆匆，大军已打穿梦境世界的尽头，但早在1年半前，我便不再关注战事了。我换出面板，心力3000，极境，星体300，极境。往昔的破线2字已更迭为极境。果如我所料，杀破狼命星的3倍极限彻底卡死了我的上限，梦境世界的收益终于见顶，空留无益。我决定终结这方大梦，返归主界，开启星云境之门。既然要走，我自当让这第一次收尾尽善尽美。
数日后，武朝迎来史上最浩大的祭祀庆典，香烟缭绕，钟鼓齐鸣。我头戴珠冠，踏红毯登上祭台，后宫佳丽与满朝文武紧随，无穷无尽的百姓跪拜狂呼：万岁，武帝陛下万岁！看到了，终于看到了，是活着的武帝陛下！武朝万岁，武帝陛下万寿无疆！礼毕，我解开体内隐匿的恐怖心力，天地色变，云霞震颤，无尽威压如怒涛排鹤，砰砰砰！群臣将士、佳丽百姓全被这如渊似海的威压碾跪于地。嘶嘶嘶，何其惊人！这便是武帝大人真正的力量吗？真乃天神降世，非凡人所能及。恐怖，真是太恐怖了！这股力量简直比我现在强10万倍、100万倍。天神，武帝陛下就是天神！我居高临下，淡漠宣誓：朕功盖三皇，德高武帝，覆灭各异族，重铸中原荣光。今日功德圆满，即将飞升至仙界。朕飞升后，武朝地位高悬空置，由3公9卿组成议事阁，共商国事。此外，朕会在上面看着你们。满场呆滞中，我运转心力腾空而起，与此同时，果断向系统下达了结算申请。刹那间，天翻地覆，白昼化夜，七杀、破军、贪狼3颗主星在苍穹显化，交融成光束，流星般斩入我的身躯。3年横扫世家，重造乾坤的画面在脑中飞驰。梦境评分一路暴涨至 S 级，最终积分定格在588万。丁扭曲未来影响程度达到100。七杀之力发动成功，获取特殊天赋，逆乱乾坤，隐藏自身境界实力，命运权重，搅乱相关推演。丁为1级天赋，庄周梦蝶，发动心力、星体、知识等固化成功。第一梦境世界，大凤凰巢，商店开启，我的身躯幻化为一只绝美的梦蝶，轻盈消散于虚空。良久死寂后，祭坛外爆发翻江倒海的哀鸣。武帝陛下他老人家，羽化登仙了！呜，武帝陛下为何要离我们而去？难道就这样抛弃了我们吗？飞升上界仙界，天啊，武帝竟真是天神下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武帝陛下真的飞升了！呜，陛下为何离去？难道不管我们了吗？飞升上界仙界，武帝陛下竟真是天神凡，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柳嫣然挺身而出，稳住全场。接下来，各位大人就按照武帝陛下留下的旨意行事吧。诸位可不要忘记，他在天上关注着呢。众人凛然跪地齐呼：臣等遵武帝旨。主世界，我缓缓睁开惺忪的双眼，这梦境还真是神奇。意念稍一清醒，面板瞬间反馈真实，我体内沉寂多年的100点心力轰然碎甲，一路飙破星辰极限，杀入3000大关。原本羸弱的星体也摧枯拉朽般跃升至300点，洗精法髓带来的剧痛与超脱，将我如死河般的肉身冲刷的坚韧霸道。而我尚不知道的是，几乎在同一时刻，太空深处的黑暗3星辰、七杀、破军、贪狼骤然爆射幽芒，恐怖星象激起主界诸多巨擘惊觉。大夏镇守局内，一位秦姓老者闭目深算良久，终究惨没紧锁。算不出来，天机混乱，根本找不到源头。但七杀、破军、贪狼、黑暗3星辰闪耀，可不是个兆头啊！风雨欲来，大祸将至啊！对坐直白子的儒雅青年落子屠龙，雨平如水。算不出来，那就不要算了，反正我从来不信人定胜天。未来谁说的准呢？秦老，下一子该你了。秦老叹着气逃窜。大夏未来堪忧，我怎么还有心思下棋？不下了，这盘棋等以后有机会再下。不远处血煞缠裹的黑衣青年见状，嗤之以鼻，这老家伙要输了就跑，真心玩不起。什么大祸将至，不过是胡言乱语罢了，多半是那些邪武者们搞的鬼。只要有吾在，这天下就乱不了。乱大夏者，吾必杀之。若非逆乱乾坤，逆向混淆了天机，隐藏了我的命格与突破异端，此刻大夏无数至强者的杀意，恐怕早已跨越万里将我锁定。与天下为敌的戏码，悄无声息地被延向了未知的未来。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闪烁的路灯，我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梦境中历经3载，现实静止过去瞬息，这梦境系统确实玄妙。面板显示距离下次梦境还有168小时冷却，大概是1周一次。对我而言，主世界虽然真实，却远不如梦境中精彩。就在这时，我脑中闪过明悟，感知到了星辰境晋升星云境的3个任务：七杀星，颠覆一个种族的理念与思想；2破军星，发动一场100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战争；3贪狼星，以下克上，屠杀1000人。我不禁沉默，觉醒任务难也就罢了，这晋升任务的难度竟然更上了一层楼。如果没有梦境系统，想要完成这些抽象且残暴的任务，怕是得毁灭世界无数次。以下克上到底是指境界还是身份？这贪狼星的任务尤其古怪，好在破军星的任务在大凤王朝里做过几次，还算轻车熟路。斩去杂念，我看向商城，发现大凤王朝旁边多了一行小字：是否查看梦境后续，推演查看离开后的世界。我饶有兴致地选择了播放。陛下真的飞升了，臣等遵武帝旨。我走后，武帝飞升的传说传遍天下，依靠对我的信仰，武朝百姓基础实力暴涨，开启了100年黄金大事，百家争鸣，星际与星力造物层出不穷。然而时光无情，柳嫣然与昔日部众相继凋零。300年后，异族叛乱再起，那个自诩自由民主的昂撒族妄图造反，被武朝铁骑直接灭族。随后数百年，工业革命兴起，人们的生活衣食无忧，可对我的信仰却因安逸逐渐淡去，星力炼体随之步入末法时代。2000年后，科技取代了超凡，星力炼体化为传说，人类步入太空时代的瞬间，灾难爆发，
太阳化作诡异紫色，血月降临，大批异族变异成怪物，人族在短短10几年内濒临灭绝，最终选择玉石俱焚，无数终极武器清空了星球表面。梦境后续戛然而止，我眉头紧锁，这种末日结局是否预示着某种未来？线索太少，无从推测。我摇摇头，决定先提升实力。我将目光投向大凤王朝的商店，果然里面琳琅满目，全是梦境世界未来推演出的造物。若是平稳发展，这里只有科技产品，但被我改变轨迹后，这里充满了文明积累千年的星际结晶。我精挑细选了4门功法：无量九刀，连续爆发9重伤害，最高可打出5倍星体强度伤害，需50万积分；金刚不坏星体法相，极大增强5脏6腑与皮肉防御，需50万积分；腾云9步，爆发出5倍速度，需50万积分；神魔观想炼体诀，修炼速度最高可达常规10倍，需100万积分，一共扣除250万积分。知识瞬间灌入脑海，我感觉自己仿佛苦修了无数年，已能随心所欲掌握。现在的我虽仍在星辰境，但真实战力足以随手捏死星云境，甚至能硬汉星河境。翌日清晨，我走在旧小区的路上，强大的实力给了我十足的底气。此前因赵定邦老妖婆之流产生的阴郁一扫而空。我随手买了些昂贵食材，正要回家，却被林家明拦住了路。这个前世就吃绝户的白眼狼，今生依然狗改不了吃屎，还带着3个混混。站住！林耀祖，你这狗东西，竟然骂我妈，真是不知死活。从你那拿钱，那是看得起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兄弟们，给我打！我眼神瞬间冰冷，在他们冲上来的刹那，我只是冷冷回望了一眼，无形的精神压迫宛如盖世魔头苏醒，整个世界在他们眼中化作血色地狱。4人瞬间呆立原地，被恐惧彻底抽干了火。我面无表情地绕过他们，等我走远，他们才瘫倒在地，腥臭味四溢。那3个混混当场精神失常，而林家明虽看起来无事，身体却会被我暗中种下的杀机耗尽心力。他会一点点感受死亡的恐惧，在绝望中死去。报仇的感觉真爽。回校上学的建议被我推辞了，新武学府能给的，商城里都有。入夜，星光寂静，我突然感知到一道带有杀意的黑影爬上了窗台。就在对方准备破窗而入时，我无声地打开了窗户。进来就进来，没有必要砸窗户。黑影愣住了，他跳进屋内，语气阴狠：“小子，你不怕我吗？怕有用吗？难道怕了你就不动手吗？”我语气平静，不过杀之前能让我死个明白吗？到底是谁居然舍得花钱专门请新武者来杀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生废柴？那邪武者冷笑道：“呵，小子，冲你这份镇定劲，我很欣赏，但可惜谁让你不争气，刚好坏了别人的性命晋升任务。是赵定邦吧？”我面不改色，想不到这个贪婪成性且出尔反尔的家伙，竟然与邪武者之间有联系。对方杀机暴涨，小子太聪明，是不会有好下场的。现在乖一点，让你死个痛快。匕首破空而至，速度快若残影，可下个瞬间，我以单手卡住了他的喉咙，心力将其死死压制。蝼蚁，是什么给出错觉，让你觉得能杀我？既然已经知道是谁了，那你也没用了。我轻蔑地看着他，指尖巨力迸发，在捏碎他喉咙的同时，我精准地锁住了血液，不曾让哪怕一滴污血溅在这间承载着父母记忆的老屋里。我松开手，那名喉咙破碎的杀手瞪大双眼，满是不可置信。他显然没料到我一个普通高中生竟如此杀伐果断。我拎起尸体从窗户一跃而出，避开主路，直奔郊外河流。我的杀破狼心力自带强腐蚀性，呼吸间便将尸体侵蚀得面目全非。我轻描淡写的一阵，砰，残骸化作碎片投入流水，毁尸灭迹完成。若在觉醒前，我或许会选择继续蛰伏，但如今身怀利刃，杀心自起。下一瞬，我已来到赵定邦的庄园。这位一中校长正站在窗前狠毒冷笑，看这个时间，那小畜生应该已经死了。真是便宜你了，竟然可以死得那么痛快，那可真是令你失望了。赵校长，我如幽灵般现身，瞬间发动攻势，无量九刀斩破虚空，杀！9抹漆黑星芒裹挟死亡气息掠过。赵定邦大骇，试图反击，不妙，文曲星降。然而境界压制下，他的头颅冲霄而起，四肢被刀光齐根切断。我从商城具现出长刀，甩掉污血，冷漠嘲讽：贪婪是原罪，傲慢则是死因。我动用心力清理了周围的电子设备，又从商城兑换引燃物，在大火中头也不回的离去。庄园很快化作火海，引来阵阵惊呼：啊，着火了！那边着火了！赶紧报警！案件惊动了镇守局，探测到黑暗心力的他们如临大敌。什么？有邪武者出没？吩咐一队前去探查。我淡然回到家中，毫无首次杀戮的不适。梦境世界的磨练早已让我的心态发生了质变。次日清晨，校长死于邪武者之手的消息传遍全城，班主任打来电话叮嘱：耀祖，最近北辰出现邪武者，没事不要在外边逗留，平时也要注意安全。是，我知道了。群聊里更是炸开了锅，同学们都在嘲讽我以后只能搬砖。我看着那些言论只觉可笑，蝼蚁的口舌之争早已不入我眼。废墟外，镇守局专员田莹莹施展心计、天机、神算，然而受我逆乱乾坤的影响，罗盘虚影瞬间爆开，他直接受创吐血。赵武与李双面如死灰，这代表对方实力极高或持有异宝。随后局长传回更惊人的消息，北辰有一计开启迹象。我对此毫无兴趣，默默等待第2次梦境。倒计时结束，我消耗70万积分购买了锦鲤化龙命格和演讲狂热天赋卡。这种投入是完成那3个抽象任务的必要前提。意识抽离，我在梦中苏醒。汉末王朝，我名为林耀祖，号大贤良师，自幼精通医术，后获太平药术，修成神通。这一世的原身本只想悬壶济世，却不想祸事临头。